好，持续来关心到是伊朗1打2现在逆转的战局。我们今天也来看到这种是等于是战术教科书等级的一个行动一次曝光，包括了美军 F-35落点也全面的揭晓，低成本战加去中心化的这一些伊朗战术是打破了美军神话。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我们来看到这一场战争打到现在，大家会形容它是什么？就是一个穷国打爆了所谓的美国超级强权，尤其是美国。再加上以色列可以说是全球最强、最富有的军事联盟，但是这一次呢，对上的是资源受限而且受到制裁的伊朗。我们来看到的是，不仅没有把伊朗打垮，甚至还出现了史上第一次发生的事情 ，F-35逆中的战机直接被击中了，那么是颠覆了军事专家原本的所有想象。靠的是什么呢？现在说不是只是伊朗变强而已，而是战争规则也被正在改写，靠的就是不对称的作战。一共是3大点，今天我们会请将军还有老师一起来做一个比较深入的分析，包括透过饱和攻击还有透过去中心化马赛克式的防御跟低成本高杀伤的武器。我们先来看到饱和攻击，这一次伊朗搭配的无人机跟飞弹多波的连续攻击，是让美国跟以色列疲于奔命，当然了，拦截率就会因此下降，尤其是成本差太多了，无人机数万美元的价格，但是拦截飞弹的这一些武器要数百万美元呐。再来就是去中心化、多节点的这种分散的作战也奏效了。最后是低成本、高杀伤的武器，包括了这些自杀无人机跟他们的新型自杀无人机这一款叫做雷兹1。低成本让美军是非常的头痛的。再来，它还有急速的弹头，造成了战争是以这种降雨式的方式来做打击。再来就是武器都很便宜，杀伤力也不大，但是加总起来却可以致命的。战场上面的效果，我们也看到了，导弹击中的这个命中率一直在提升，现在已经达到数倍了。以色列的拦截系统则是开始非常的感到疲惫，美军海空资产都持续的遭到消耗，而且持续的烧钱。对于川普来说，压力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也特别来请教厉将军怎么看伊朗的这些低成本打的这些美以的高成本体系。目前来看起来，伊朗整体的战术最强的部分又是哪里？接下来其他国家会不会也学习复制伊朗的这一套，来未来对付美军？厉将军怎么看？第一个我们看饱和攻击伊朗这次很明显的，它所谓饱和攻击，它用的是低价的无人机，或者是说它初期的时候用的是一些比较老旧型的导弹，对以色列还有对美军的这些基地发动攻击。我们从以色列初期的时候，它的这个伊朗的导弹突破以色列的防空的火力来讲，命中率只有3%。初期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只有3%，但打到后期的时候，它现在命中率已经提升到27%，很明显的提升了9倍所以代表说是它这个饱和攻击确实达到它的效果。另外我们来看这个以色列的拦截率来讲的话，在初期的时候，它大概我们讲，包括到剑2、剑3这种高空拦截的导弹大卫投石或者是这个铁穹系统整体来讲的话，它初期的时候，它的防御力可以防御到80%的防御力。但是到现在它大概只有40%的防御力，很明显的被饱和攻击来压垮。第二个，我特别要强调，去中心化直管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去中心化直管，就伊朗预期这场战争，他已经知道这个以色列或美国会对他们实施斩首作战，因为去年包括黎巴嫩真主党都被斩首了嘛，包括伊朗他们的之前的这个第3号的人物苏莱曼尼也被斩首成功，所以他们早就有这种计划。万一被斩首的话，那没有指挥链，没有投资，我们怎么作战？所以它分各区块。你们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你们要知道这个整个作战的任务是什么，然后你在这场作战里面，你这个单位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我都很清楚这个很重要。我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我是无人机部队，那这场战争里面，我的角色所扮演的，我主要就是攻击美军的雷达站。
我的任务是在这个地方，然后我要借着这个无人机来消耗美军的这种防卫的武器哈，所以它在这个时候它就会发挥这种功能。那比如说我是一个这种导弹部队，我是重型的先行的导弹部队，我就知道说我一定要等到美军或以色列的这种防卫导弹消耗差不多以后，我才开始发动我的导弹攻击。所以每一个人必须了解自己在整个作战里面他所扮演的角色，他都很清楚，而且有一贯的指导。他一直在做，但是现在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这次说伊朗这个跟美国说大家停战2周，双方还继续在打，甚至有说伊朗还继续在发动攻击？我可能认为说是因为就是去中心化直管的关系。比如说我的命令没办法下去，那下面的部队他还是按照他原来既定计划，他继续在打，什么几月几号。或达到什么程度，他发射什么样的导弹，他没有正式接到通知，说这个战斗目前停战，他可能没有接到，所以这是去中心化这个直管啊。另外来讲，低成本我们都知道了哈，这次这个伊朗所发射的，不管是这个所有的这种无人机或导弹，它成本2万哈，那你美国就要耗损400万的拦截导弹去拦截。我觉得除了这个成本之外哈，另外还有几点。第二个就是舆论的不对称哦，这个美国来讲，它国内的舆论，你只要说有一个飞行员万一被俘的话，那就不得了。对。但是伊朗这个国家，他就认为说全国都宁愿去赴死。你看前2天这个川普放话说要轰炸他们的民用的设施、电厂等等，这些老百姓动员1400万人去那个地方当人质，1400人主要是运动员加演员。对。去保护那个地方，所以这是舆论还有精神战略不对称。那还有一个不对称叫政治上的不对称哦。这个川普要选举，我想哈梅内伊的儿子他不要选举，你知道，目前塔巴他不用选举，所以在这政治上面也是，我觉得也是一种不对称。另外地缘战略上面也是一种不对称。现在伊朗他就掐死你荷姆兹海峡。掌握在你手中，那你美国就为了川普到现在为了这个事情，我想他头痛的不得了。最近我们看到这个，包括川普他暴怒在那边爆粗口骂脏话干什么？可见的川普已经是这个就是这真的是气急败坏，这个进退两难了，才会这种又爆粗口又骂粗话。所以这也是一种地缘战略上面的一种不对称。所以这次的战争，那不能说是我们光看武器的不对称哈，其实包括舆论、精神战力，还有这个政治后面的背景，还有国际的关系，我觉得美国反而是处在一种这个比较劣势的情形。好，这个将军帮我们统合了非常多的这个美伊之间在这场战事上面有非常多的不对称战。那特别我们在持续的讲到刚刚讲的不对称战当中，将军也提到了嘛，军事上面的不对称，尤其是命中率哦，现在伊朗是提升了9倍，那美国跟以色列的防御力则是直接降低了50%的一个高几率。最震撼的一点，我们持续关心在军事上，就是 F-35这次被击中，而且不是什么高端的导弹，伊朗的高端导弹去击中的，而是自主研发的一款叫做 Product 358。那代表 F-35的隐形神话也没了吗？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这个伊朗，它虽然没有量子雷达，因为对着 F-35这个逆中战机哦，你要量子雷达，或者是我们所讲的2次大战用的那种米波雷达才能够发现。但是为什么米波雷达可以知道有隐形逆中战机，但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有，但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所以还是要靠量子雷达。伊朗没有量子雷达，那是没有办法。但是伊朗有一个什么红外线侦测系统，红外线感测器，因为伊朗现在啊是作战禁航区，空中是没有任何飞机的，做那个打仗状况嘛，民航机早就停飞了。结果这个是有个热在跑，那抓到了，你这个热就是红外线 IRST， 我就追踪你，你这个热在跑，那所以拿红外线侦测系统弥补了没有量子雷达的缺失，但是要去套好招，你摆着你，因为伊朗毕竟数量不多，你摆几个点你要注意要去算，因为你不可能全国摆这个 IRST， 那你就要几个重点来部署。那这个以色列进行的这些哈，也包括美国进行的，它全部这13000架次全部从西方过来，从波斯湾从这个其他陆地过来，没有一架次是从东边过来的，那我就通通都对着西方看到你嘛，就这样子惯性就出来了。所以这个轰炸航线的轰炸惯性被伊朗掌握了，你通通从西方，我雷达通通调西方，我不要对东方，对着你就好了，这样子就被抓到了。另外，我认为有情报交换，情报交换，伊朗有这方面的机制，
跟其他的国家第三国获得了美国 F-35或以色列的 F-35，以色列也有，以色列叫做 F-35I， 有发现，是这个样，那我就掌握到了这个它所起飞的，因为这个人造卫星也看得到，是人造卫星不是靠雷达，人造卫星靠红外线，那是这样抓到了。另外一个就是说，所有的伊朗有安排，我判断在美国的驻军的附近，或者是以色列的机场附近，看了飞机起飞了。因为起飞第一个飞机逆中飞机，但是它起飞我总看得到，机场那么辽阔，起飞了几架，起飞了4架，有4个去市场买菜了，就传出去了。时间一算，从起飞到飞到伊朗，时间可以算出来，速度多大，什么就等到了。你这个可以啊，这个是一个目标情报嘛，直接看就可以了嘛，然后传个简讯就出去了嘛。你说以色列也有内奸的？不是内奸，我伊朗一个老百姓或者其他观光客看一下就可以，我一直是看你起飞嘛。另外一个，所有飞机起飞都要轰隆的声音，那个将近100分贝，你起飞的声音那么大，我也看到了，总共几个，总共4架，也是什么飞机，一看就知道了，这外面机场没有高墙嘛，一起飞总要空间嘛，一爬升就我就知道你了。晚上看得更清楚，为什么？晚上冒着熊熊火焰起来了，那白天看得更清楚，为什么？这都是那个一览无遗啊。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天气帮忙，因为伊朗是沙漠气候，啊。你这个伊朗有对空监视哨，看到就可以了。逆中监是防雷达，不是防肉眼啊！我已经对空监视哨啊，就看到有飞机进来了。对空监视哨，为什么？伊朗万里晴空，没有云可以遮蔽，所以你看看整个两搭配在一起啊，就跟布阵了。我们讲又去中心化，又有这些的条件搭配在一起，抓到了，一抓到就攻击了。这个直接就对他射击了嘛，都打到了嘛。那没有打到那个重要的地方，要不然直接击落了，把它击伤，然后可以回去啊。那下一次的话，我认为以色列也好，美国都要调整战术调整。对，最原始的这战略恐怕是美以之间这个之前没有预料到的。那同样的问题也特别请教岳老师怎么看？现在战场的另外一个关键，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还有人嘛。那这些人就是伊朗，就是神权体制，民族存亡这样子，老师怎么看？这场战争其实严格来讲，大家都公认是不对称战争嘛。那么这个不对称战争的话呢，伊朗是打得非常漂亮。因为首先不对称的话，他面对美国加以色列，这个也可以说是号称全世界最好战也军力最强的2个国家嘛。那跟伊朗打了38天以后的结果是不尽人意，是越打伊朗越打越顺的，然后美国越来越麻烦，然后以色列本身除了轰炸以外也没有别的办法。那这个是第一个问题了。然后我必须要强调，因为问我的问题说战场上武器最关键的是人呢，那其实的话人的话呢就最主要的啊，这个我们厉将军很熟了，《孙子兵法》里面讲说，故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嘛，对不对？那么这个士气讲的就是士气嘛。对不对啊？那么这个夺心的话呢，那个伊朗前阵子公布了一个外交部公布了一个报告，讲说政权我们这边没有更迭，美国倒是军官换掉了10几个，海格赛斯开除了一大堆嘛，对不对？那这个将军可夺心，那个将军像那个乔治，最后参谋长一出来1个钟头，他就讲说这群疯子把我们开惨了。对不对？这个当中这个士气就受到影响。那伊朗为什么士气现在很高昂呢？就前一阵子的话呢，我们在台北遇到了一个伊朗人，他会说伊朗的年轻人呢，大多数都是支持美国的啦，他们很想过美国的生活。这一点的话，大家可以自己了解。那但是呢，有3个原因使得现在伊朗的士气高涨，要跟美国拼到底。真的，我不是开玩笑的，就一寸山河一寸血的那个味道出来了。第一个就是伊朗人就是雅利安人的尊严了啊！伊朗为什么叫伊朗？原来不叫波斯呢？波斯文当中的雅利安就是伊朗了啊！这是第一个嘛。第二个的话呢，他们信的宗教那个什叶派是极其忠诚的。我记得赫梅尼那个时候，1979年我19岁，赫梅尼从巴黎回来的时候的第一次投票啊，得票率是98%啊！那大家都支持他。然后2伊战争打的时候都是用人肉战车啊，人肉啊，以人为主啊，没有战车的啦。然后第3个的话，就是美国跟以色列的残忍了。那第1颗炸弹就把他们的宗教领袖干掉了，然后第2颗炸弹就把他们一个小女孩的学校干掉了168人，7岁到10岁的小女孩，这不是血海深仇是什么？对不对？那大家要了解，那在这种情况下，那伊朗本身来讲，它就是要想尽办法要让大家觉得美军是所向无敌的这个形象打破就够了。然后在底下的话呢，有很多国家希望美军不是所向无敌，他们就会
大致上会提供一些帮助啊，不管是做什么样的帮助，我们虽然情报有限，但是大家可以了解到，就是说伊朗做的事情都是非常具有广告效应的。比如说我们刚刚将军讲到说是 F-35被打下来的过程，我听了就觉得好笑，不晓得是支持 F-35厉害，还是说 F-35被肉眼就看得到啊，就会觉得说所有的问题都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不是靠士气靠什么？是，好，谢谢苑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